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观众再次回到卡卡班生存游戏频道。走廊有人，走廊有人。CQB 作战环境是目前在台湾最受欢迎的生存游戏场地之一。该环境是由多个不同类型的房间格局组合而成。不同类型的房间格局在进攻或防守上执行方式各有所不同。若能具有良好的房间格局认知，能帮助自己或队伍在搜索或进攻时降低中弹的几率，并在对战中掌握主动权，提高作战效率。在接下来的影片，我们会简单介绍 CQB 作战环境中常见的3种房间格局特征，以及在进行生存游戏时需要注意的地方。老样子，在影片开始之前，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能够继续和您分享我们多年游玩生存游戏的宝贵经验。或者你也可以选择加入卡拉班脸书联络处与我们联系。方形盒状的房间格局是全世界建筑物在划分空间时会采用的基本房型。无论是在学校、办公大楼、医院，甚至是观众们的住家，几乎都会有方形盒状的房间存在。这种房间通常具有4个90度垂直的角落，4个等边的长度，和至少1个入口。从该入口往内观察，在视觉上可粗略分为2个区域：简易角落、困难角落。简易角落位于方形房间最深处的左右两侧。当你在进行搜索时，从门口外面即可观察到该区域，无需冒险进入房内进行勘察。如有威胁存在于此，你可以直接在房间外面与之交战，并利用房间门口的门槛当作掩体，保护自己。相反的，困难角落则紧邻于方形房间入口的左右两侧。在进行搜索时，你无法直接从门口外面观察到此处。如有威胁存在于此，你必须冒险，在几乎暴露自己的状态下，进入到房内与之交战，而且你无法一个人同时应对左右两侧的困难角落。你会需要依靠队友，或使用特定的道具来支援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拐角形状的房间格局主要用于建筑物的走廊，目的是为了连接其他房间。在饭店、地下道、百货公司等场所，几乎都会有拐角形状的房间存在。这种房间整体像是 L 形状，通常会有1个90度垂直向左或向右的转角，以及至少会有2个以上的出入口。其作战空间通常都很狭小，大家很容易挤在一起，误击到彼此。此外，这种房间的隔壁总是会再连接1个方形盒状的房间。先假设画面中刚好存在1个拐角形状的走廊，在走廊的左侧和上方底部各有1个入口存在。不论从哪个入口观察，在视觉上可粗略分为2个区域：可见区域、不可见区域。可见区域是指敌我双方进入拐角形状的房间格局时，立刻可以看见的区域。这个区域通常会从进入的入口一路延伸到房间中间90度垂直转角处。敌我双方只要不跨过此处，就无法看见彼此。这是一种敌我双方很容易同时存在的房型之一。不可见区域则是指房间中间经过90度垂直转角处之后的区域。这个区域通常从房间中间垂直转角处开始，一路延伸至房间另一侧的入口底部。敌我双方进入拐角形状的房间时，都无法立即看见该区域。在进行生存游戏时，这会是一种需要特别强点的房间格局。敌我双方谁先到达中间转角处，谁就具有战场优势。相反的，另一方强点失败的人，就只能退回至走廊入口处的门口进行防守，从而形成战场僵局。这种方型也是进攻方
难以在每次遭遇时都能完全掌握对战主控权的方型之一。矩形管状的房间格局，在日常生活中，除了经常应用在建筑物室内的走廊之外，也经常出现在大众交通工具上，例如飞机舱、火车、捷运车厢以及公路隧道等等等等。这种房间格局的特征通常是笔直细长的，前后至少有2个保持一段距离的出入口。在作战时，作战空间也是极为狭小，容易误击到彼此。不论从哪个入口往内观察，在视觉上只能分为一个区域，可见区域。这个区域通常会从房间的入口一路延伸至另一侧的入口。这是一种易守难攻的房型，很容易形成战场僵局，对进攻方极为不利。在进行生存游戏时，若不采用盾牌或瓦斯手榴弹，只有单纯枪口对战的情境下，进攻方只能利用防守方退回掩体的短暂空档，快速移动至防守方的门口，进行打击并强行突破。Wait a minute, fool! Lock and load. Let's do this. Hostile inside. 综合房型则是将上述3种不同的房间格局结合在一起的作战空间。这是最真实的 CQB 作战环境，也是所有生存游戏玩家最需要花费时间练习和研究作战方式的房间格局。它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有效运用建筑物楼层的每一个空间，因而划分出许多不同大小格局的房间，作为不同的用途。很少会有独立的房间存在。在这样的环境下，每次作战都是一场勇气的试炼和复杂计算的挑战，考验着每一位生存游戏玩家在进行决策时的思考过程和行动时的技巧。唯有透过不断的实践和讨论，甚至是实际进入场地内部进行考察，才能找出最佳的进攻方式或防守方式，能够像电影或电玩角色一样，正面单枪匹马突破敌人的重重防守，闯入敌人的阵营，赢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你像姜维克一样厉害，那就另当别论喽。好啦，这次的影片就先拍到这边，希望这次的影片对大家有帮助。我是阿耀，我们下次见，拜拜。